高适的性格非常的倔强，他即使心里觉得他做错了，他也不愿意承认的。而他基本上11月他就要到深圳参加 APEC 峰会，他很希望那一次的峰会能够跟习近平见面，能够使中日的关系有所转机，化解他现在的政治危机。那你台湾这时候还来惹这个事情，那对高适来说不是触他眉头吗？不是扯他后腿吗？所以你认为这个做法对台日的友谊是正面还负面？当然是负面嘛，就跟卓荣泰去看经典赛一样嘛，他都是到最后想要拍马屁拍到马腿上。搞砸了，搞砸了嘛！民进党执政10年呢，我们都有一个认知，就是台日相当的友好，那就是一场空还是梦醒时分呢？我们先看到这位是我们的驻日代表李义洋哦，我们才看到他拒出席长期的典礼，好说是因为座位的安排，他觉得被降了层次，所以后来也派了一个相对应只有这个福冈处长是不是的位置去这个长期的典礼。那后来李义洋又再发了一篇文，他说啊，这次就是以战略高度因应台湾遭到矮化国格的问题。他说，如果台湾对于长期市政府的安排选择忍气吞声，接受非使节团的待遇，就等同默认台湾没有主权，不是国家，恐怕会形成骨牌效应。好，所以呢，他认为不能让中国制造骨牌效应。好，又对于这个部分哦，身为好像是中国在进行打压。好，那我们也看到了长崎市长铃木实朗他怎么说？他说台湾方面主动表达是希望以台湾原爆受害者代表的出席意愿，因此同意台湾参加。那将台湾安排在海外席位区域，虽然不是使节团区域哦，不过就在各方大使的后方，所以长崎市长认为没有对台湾有任何差别的待遇。好，那我们也看到了方恩格方律哦，他则说啊，民进党哦，如果因为长期的和平典礼事件认为有被矮化，那你们还会续挺日本料理吗？哦，之前不是常常吃寿司吗？吃寿司，那现在还会这样做吗？那台日的这个台中日的外交是不是现在也是一个钢索？因为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使馆也马上批了我们的驻日代表李义洋，认为是自取其辱。好，这个是中国驻日本大使馆的微信公众号10号的消息，说驻日本大使馆发言人说，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不存在国格一说。那甚至也批评李义洋是自不量力，自取其辱。好，那这是相关哦，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日本国的大使馆哦，有对于这个相关的记者问题来做发言。那发出核威胁吗？因为共军的官媒也特别讲到一件事情哦，叫做长崎广岛未必不会是日本的明天。这句话有一点深意，我们来看这个是叫军政平大家都很熟知，这个是中共解放军新闻传播中心主管的新媒体平台。他的发文写说啊，如果日本政府在核问题上面执意玩火，那么历史的重锤终将再次落下。广岛长崎的昨日就是被丢2颗原子弹这件事情，未必不会是日本的明天。好，那当然现在说把抗中搬到日本吗？那中时有一篇这个评论说，近日东京对台湾的政策倾向收敛，高市首相在声援熊本地震的感谢名单当中就没有提到赖清德嘛。好，那还想把台湾列为地区。如今李义洋的任性外交，他的任性改成了这个任性，看来是想拿抗中向高市来递投名状，希望重获关爱。然而代价却是介入日本内部的政情，恐怕得不偿失。那现在也说剑指美国，传出习近平在见外宾的时候很常来痛批日本。好，这是日经所报道的说今年春季以来，美国跟欧洲外交人士私下都常常说起习近平在会见外宾时都会批评日本。那外交的消息人士说习近平数度的在气氛友好的交谈当中，都突然把话题转到了日本，严厉的指责东京正走向重新武装、破坏区
区域和平跟稳定，说有好多外国领袖感到蛮意外的。那习近平在那么多场合上面批评日本，他们也认为非比寻常。那日本的每日新闻在8月10号则有引述相关的知情人士说，有很多在中国设有分公司的日本企业高层在内的日本公民在中国被拘留了。那消息指他们怀疑跟出口包含是稀土在内的军民两用物资是有关系的。好，那日本政府官员也对此指出如果企业或是个人在被怀疑有高度风险违规的情势，那这种在敏感时期贸然入境中国风险非常高。好，那中国对于日本的稀土出口在上半年是暴减了51%，那像是一些高科技的关键元素通通都归零。好，有锗、锑，还有一些铱。好，这个对于今年在日本出口一直是0。那近期中国大陆对日本的铱出口也在6月降到0，但这些不可或缺，因为有些是要耐热引擎或者是有这个涂层、半导体制造设备，还有癌症治疗的设备等等那对于日本来说确实也是一个重伤。那我们看到了台日友好，我们都觉得这个高市早苗去年11月7号讲完了比较争议的什么台湾有事日本有事之后，好像真的有揪起来我们先问永明教授怎么看？李义阳去年也去参加了在长崎的这个纪念活动，他也同样的坐在相关的席次，因为这个场所它并不大，所以呢，它并没有像其他的场合可以把使节团跟政府、国际政府组织连结在一起。那当然，这个时候可能就必须要按照外交的规格来做。所以，当李义阳这么做的时候，他这一次，我个人是觉得，他是来自于赖政府甚至国安会的命令，要凸显就是在整个中国大陆不统而统，再从所谓的海上执法、国际外交到国际法理的一个中国的论述之下，要借由这个事件来去做凸显。那我觉得这是他们的策略，我觉得他们策略，所以也没有什么去年可以这样做，今年为什么不这么做？他是今年要刻意凸显。那也就显示说，它虽然看似一个外交事件，但其实是两岸的问题。因为我要请问呢，当你说如果默认台湾没有主权，不是国家，那别人如果让你做的子弟团，就等于认为你台湾有主权，是一个国家吗？那你是不是反而造成了外国就必须要在你是台湾共和国还是一个中国之间做选择呢？那你反而把整个法理的问题，把对方推向了对岸的论述所以你是做了一个宣示，可是实际上你反而是缩小了你自己的空间，我这么认为。而且我另外一个观点因为长崎市长这个铃木史郎他其实一直对高市的修改宪法还有核武问题是非常强力批判的，所以刻意这个赖政府要挑这个时间点然后呢，这等于是对高市内阁以及对支持高市的国会议员做一个表态。各位，这个礼拜六是8月15号，二次大战结束81周年，日本叫做终战纪念日。高市上一次到靖国神社参拜，就是去年的8月15号。今年他会不会去？日本的高官说，高市首相会自行决定。我个人认为，他不会去。倒不是因为担心外交压力或者是经济压力，其实日本现在这个情况已经跟6个月之前惨很多，而是认为这么一去，可能就会在各种压力之下，高市会被迫下台，也就是为了自己的位置跟职位所以不要认为说他可能做了这个位置之后，他的政策、他的政治理念就会有所变化。那但是呢，你看到整个相关中日以及日本在军事化的作为，其实高市的立场一直都是很坚持的。好，我们接下来问邱毅委员。民进党政府常常把在台湾搞认知作战这一套搬到国际上，结果自己拿石头砸自己的脚，反而给自己搞得焦头烂额。这一次到长崎的原爆81周年的纪念日，
也就如此啊，过去也一样啊。台湾本来就不坐在使节团的座位啊，那为什么以前不说，而这一次要把它大张旗鼓来凸显问题？他这个就是过度操作嘛，他要像是永明刚才说的一样，他就要凸显现在大陆在打压台湾嘛，然后想要借此机会要去抱日本的大腿，可是正好抱错，正好抱到马腿上，反而挨了一记重拳。而且你知道高适的性格非常的倔强，他即使心里觉得他做错了，他也不愿意承认的。而他基本上11月他就要到深圳参加 APEC 峰会，他很希望那一次的峰会能够跟习近平见面，能够使中日的关系有所转机，化解他现在的政治危机。那你台湾这时候还来惹这个事情，那对高适来说不是触他眉头吗？不是扯他后腿吗？所以你认为这个做法对台日的友谊是正面还负面？当然是负面嘛，就跟卓荣泰去看经典赛一样嘛，他都是到最后想要拍马屁拍到马腿上，搞砸了，搞砸了嘛。好，接下去美国出手美日联手救日元，现在开始也失败了。今天大概日元的汇率又开始逼近160了，上个礼拜还维持在156到158的区间，现在快到160了，危机又来了。而这个危机会因为整个大陆对稀土的管制会更加的严峻。刚才一轮就说到了3个稀土的项目，几乎出口量都是0，一个是乙，另外一个是敌，还有一个是特。这3个重要的稀土项目基本上影响了日本的半导体产业、科技产业、军工产业、造船业、汽车业，所以对日本的经济叫做雪上加霜。郑生教授怎么看？我想日本这个问题就是凸显了什么？就是当两岸的关系紧张的时候，你要日本跟台湾的交流很正常，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啊。我们觉得可以把日本牌打出来，可是对日本来讲，他还是对大陆有些顾忌啊。有明跟我有一次我们去韩国开会啊，那个时候他好像还是政府官员哦，可是我们去开会的时候，跟韩国的前总理韩德洙见面了。那我记得我跟韩德洙对话的时候，他就说，当你们两岸关系很好的时候，我们跟你们来往非常轻松，非常自然，都不需要担心北京会有什么抗议。可是你看，当两岸关系不好的时候，他们是紧紧张张的，就觉得说怕东怕西，怕东怕西了。所以今天这个是一个就最明显的例子，日本可能也是一样的，就是当两岸关系好的时候，我们说不定他还会要来讨好我们，怕我们太亲。跟北京关系走得太近，反而对我们会更尊重一些。但是当我们一厢情愿一面倒向日本、倒向美国，然后跟中国好像是拒绝往来户的时候，那你就是被人家假狼告告，就是这样子 take you for granted 嘛。那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政策要改。那我觉得我不反对李义洋今天做出这样的抗议可是你今天这个抗议，你是不是长期以来有一致性？譬如说今天同样的地方，别的国家给你做穿小鞋的时候，你敢不敢跟像日本一样？你今天他只是在这个社群媒体上发言，你敢不敢直接抗议就是甚至就是召回大使，召回我们请召回来，有些外交动作，外交动作没有嘛？那我们抗议什么？我们抗议什么？乌干达啦，抗议科麦隆这些小国家，我觉得你要抗议就抗议大国让大国做一个建立一个规范以后，别的小国就不会这么做。我们现在去抗议小国，大国根本也不理你。我们这次如果真的要抗议，我觉得不要做给国内看，你就直接跟日本好好抗议嘛。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我们刚刚就讨论完包含我们国内的情势，还有第一岛链日本的状况之后接下来带大家来看哥伦比亚。
好，7.4的地震哦，增加到了164死。好，我们之前7月底的时候才发生了熊本7.1的地震，那现在哥伦比亚同样也发生地震哦。那当地时间是在上午大约7点半的时候发生了强度达到7.4。好，那哥伦比亚西部的城市佩雷拉有建筑物剧烈的晃动。之后有整栋的建筑物倒塌，民众是逃生。那刚上任3天的哥伦比亚总统艾斯普雷亚就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政府全面动员来投入救灾。好，那我们看到确实很多的画面都流出了哦，那当然就非常的惊险，有包含的是当地一处大教堂的穹顶疑似受到强烈的摇晃而坍塌，那部分的民宅也疑似无法承受震动，出现了倒塌的情况。那发生当下不少的居民是受到惊吓，纷纷从建筑物内逃往户外避难。那街头也是一度的陷入混乱。那你可以看画面上哇，整个烟雾弥漫。那这些都是房屋倒塌之后会有的状况好，那哥伦比亚7.4强震，整排的房都塌了。民众跪地问天的画面也曝光，我们也带大家来看因为在画面上你可以显示嘛，有很多的民众尖叫逃跑，然后到了马路上。那面对现在这样子的倒塌的灾景，有民众跪着抬起双手，仿佛在问老天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们。那人们为了把握时间，协助被活埋者脱困因为有黄金72小时，那民众也不顾身上的伤势，徒手挖掘瓦砾堆，试图提供相关的协助所以你可以看到这样的景象，那一位这个左下角他就这样子举着。我觉得就是一种无奈，他没有办法，他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好，那面对像这样哥伦比亚的强震，美国这边也赶紧宣布紧急援助1550万的美元。那美国国务院说我们跟哥伦比亚的人民共同祈祷，那也准备好随时支援哥伦比亚总统艾斯普雷亚。好，艾斯普雷亚刚刚一轮有讲，他其实才上任3天他这位总统，那他跟美国的关系也不太一样。好，我们看到他呢宣誓就职几天之后就遇到了一个致命地震的考验，所以大家也在讨论他这个人他这个人呢，他是政治立场极右的川普的盟友那艾斯普雷亚在8月7号就任哥伦比亚的总统，打破了2个世纪以来的传统，他选择在卡利而不是波哥大来举行就职典礼。那上任数小时之后，美国国务院也承诺要向新政府来提供10亿美元的安全援助。那这个援助方案仍然需要美国国会的批准。那国务院称这个举动是标志着美国哥伦比亚的双边关系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那目的就是在打击有组织犯罪跟非法移民。那就等于说川普现在是一手扶持艾斯普雷亚那当然2个人算是结盟的关系，所以当时川普也公开发文来祝贺艾斯普雷亚大获全胜，赢得了总统的位子嘛。那也强调哥伦比亚赢得了最重要的比赛。那在选前，川普还大赞艾斯普雷亚是个聪明、强大且强硬的领导人，并呼吁哥伦比亚的选民全力投票来支持他。所以现在哥伦比亚这个上任3天的总统几乎就是川普全力支持，那他也如愿当选了。但问题是，就在3天之后发生了地震，那当然大家就会思考到说怎么每次跟川普扯上边都会没好事呢？因为哥伦比亚总统，我们刚才讲，他8月7号上任，8月8号，他们其实在国内就发生了2起爆炸，导致了警察殉职。那接下来就发生了地震那这样应该是后面的时间点，我们这个有点写错。那日本的部分则是高市，我们都知道它算是比较亲美那在7月21号美日菲军演之后，后来也有熊本地震。那当然因为天灾我们是没有办法预料也没办法说跟什么人比较好，所以才有地震或者才有了天灾，也不能这样讲。但问题是大家对于跟川普连接比较多的就会做比较放大的检视那川习会还没有登场，中国先拿美国的农产品来进行施压。因为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商务部他们现在说初步的调查结果也显示美国跟墨西哥生产商是以不公平的低价来向中国出口胡桃，那对中国国内的产业造成了损害，因此他们对美国的胡桃课最高 54.3% 的保证金，那墨西哥的胡桃也被课了 17.8% 到51%。
11.6%。好，那拉丁美洲的农产品出口说重塑了全球的食品供应链的一个新贸易格局。好，这是怎么呢？我们看到拉丁美洲跟加勒比的经济委员会说，随着中国跟美国在全球农产品的贸易跟大宗商品的市场影响力不断的扩大，所以在这个地区的出口格局也在演变。那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日益超越了关税领域，那也深入拉丁美洲的农业经济，所以北京作为农产品跟自然资源的主要买家，它的角色就不断的扩大。那他也点名到阿根廷、巴西还有乌拉圭等国的区域内的贸易日益重要，有助于市场多元化，也增强了区域的经济韧性。好，那我们还是看到一开始的哥伦比亚大地震，好，因为这次造成了有100人以上的死亡，那现在也说有500多人受伤，所以也引发了很多的关注。那这个我们也相对于知道说啊，原来他总统才上任3天吼。我们先问邱毅委员怎么看？我不谈玄学，我只谈领导学。哥伦比亚的总统原来是左派，现在这个总统是右派，而且极右派，所以大家把他视为川普非常忠诚的盟友。川普也大力的扶持这一位新任的总统。而8月7号他上任宣誓就职，紧接着3天后就发生了7点多级的大地震。遇到了地震怎么办？你知道这位宝贝啊，在面对地震的记者会，以及政府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理地震的问题，他面对了群众，记者会的时候面带微笑，挥手跟大家打招呼，而且还献飞吻。你想想看，这就是领导学上的不足嘛？你怎么可以在地震死掉了130几个人，500多个人重伤的情况之下，还能够表现出来这么欢乐的一个景象呢？大家记不记得菲律宾的前总统阿基诺3世刚上任发生了黎萨公园香港旅游车被劫持事件？结果他到现场，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露出了微笑，也因为这个笑容，使菲律宾的人民跟舆论开始从反面的角色来看这个总统。所以他整个任期都不顺。谈完了哥伦比亚，谈完了菲律宾，那就要谈到了日本。7月28号发生熊本大地震，一样很严重。是。而发生了以后，一直到8月3号，高市早苗才到灾区啊，而且选了一个有空调的这个受难屋，然后在里面很短的时间就离开。最重要的是，他是坐着跟灾民在沟通。坐着又怎么样呢？很多人说，依照台湾的惯例，很多都是坐着啊。可是日本不是啊。德仁天皇跟雅子妃是跪在榻榻米上，连高市所宣称的他的政治师父安倍，当年面对地震的时候也是下跪，头低垂，非常诚恳。这样的你说是政治表演吗？也罢，但是你至少要表现出来跟灾民一样的哀戚吧。你如果在大地震发生的时候还在微笑，还在挥手，然后还在献飞吻，你觉得看在灾民的眼中，他对你的感受是什么？没有同理心嘛。当年韩国瑜为什么能够逆势求生选上高雄市长，就是蔡英文在水灾的时候搭着云豹装甲车到灾区看灾啊，以致引起灾民的反感啊。而韩国瑜那时候穿着雨鞋涉水而过，很有当年蒋经国先生的一个风范，所以就得到了高雄选民的支持，所以反败为胜，一举把高雄拿下来嘛。好，所以在天灾上面有一些政治学的眉眉嘎嘎了哈。永明教授怎么看？我先说了，最近地震频繁，那它跟
极端气候是不是有关联呢？科学证据告诉我们没有关联，但是越来越多的连结显示，极端气候，因为我们过去没有经历过这样子的极端气候，不管是豪雨，或者是海水温度上升，然后呢海面提升，那这些因素其实会造成地表的一些断层压力的改变。那我觉得其实有一些讨论是在讨论它们之间的关联性。那这个是一个就是说提醒大家，极端气候已经变成一个全球性共同的面对的。因为地震你真的不知道它什么时候来，但是极端气候呢，大家可以共同的合作来去面对它，而且同时它可能造成的影响也不逊色于地震的冲击。至于在就是治理这个层面的的确确，各位有没有注意到这种右翼，然后呢保守，以民粹意识形态然后呢透过现在的这些社群媒体选上，透过选举上担任这种政治职位的人，往往治理能力都不足。川普龙头然后呢高市，然后呢这个比如说艾斯普雷亚，对，甚至你说意大利的那个梅洛尼，好多全部都是，你觉得赖清德又怎么样？那他们呢，基本上像刚才提到的高市早苗，他真的去了熊本没有错，回来他马上做了一个短视频，后面还用钢琴配乐，然后自己还加配这个配音，被骂得凄惨，整个非常的严重。现在川普在搞另外一个南美洲的国家，叫巴西。巴西是鲁拉，他是左翼社会主义的，他非常重视人民的生活。现在10月4号他们要第一轮的选举，跟他竞选的是前总统川普的哥们，就是所谓的波索纳罗的儿子Flavia。那他们现在大概民调差不到10%，所以呢，川普就派了一个在佛罗里达当过州议院的议长的人要去现在做美国驻巴西大使。那个鲁拉说不能来，因为他过去一直在骂我，你根本就是来这边介入到我们的选举。结果川普在这个把巴西驻美国大使的签证给取消掉。川普用这种方式去介入别的国家的大使，你更不要说秘鲁及已经就任的藤森庆子，他也是些微的比例在川普的加持之下赢了这个选举。所以现在整个问题呈现，那我再举一个人，你说我这个是个反例子吗？阿根廷的那个米莱伊，他是右翼的，他是川普的好朋友啊。他在川普竞选的时候还拿了那个锯刀去支持川普，结果呢，他现在川普什么都没给他，整个阿根廷的披索对美元降到了谷底，披索等于是这个废纸一样，他现在必须依靠的中国大陆给他的人民币跟披索的这种人民这个币值互换，取得了就是这个金融上的支持。然后呢，他才知道其实真正的会帮助你的人是谁。如果你跟他即使是站在同一个阵营，正在帮他竞选，但是呢，你无利于他的时候呢，他就把你丢了一边。所以米莱伊反而现在很清楚认清到这整个川普跟南美洲的关系。可是整个南美洲现在几乎都向右转。10月4号，我们就看巴西的总统大选第一轮，如果没有人过第一轮的50%的话，就进入到第二轮。关键是第二轮在10月26号如果举行的话，那是不是川普会介入，让他的好朋友波索纳罗的儿子能够当选巴西的总统？整个南美洲就向右转，但向右转就看到这个地震显现的治理无能，人民受苦。我们最后请郑生教授帮我们分析。我想这个 Espriella 它其实是一个些微选票当选啊。刚才有名提到这个藤森庆子也是一样啊，他们都是不到1%的选票险胜的。他第一轮只拿了10%啊，第二轮最后是不到1%胜了左派的，所以他的这个权力基础很比较弱一些。那如果发生地震，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机会来团结老百姓可是看起来他
这个能力在这一方面的能力可能还不够啊。因为如果今天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你正好你的本来的这个我们讲说正当性还不够的时候，透过这个表达一下，然后特别去看顾人民，我觉得可以把这个团结起来。那美国当然应该要支持他，因为你挺的一个右派，之前美国就很反对哥伦比亚的一个左派总统，那时候还要准备要介入哦，说你们在卖这个 cocaine 啊，卖这个古柯碱，我要来打你，就像打委内瑞拉一样的。结果后来川普想想说，说不定我的人会当选哦，那就等右派的上来算了。结果等到了但是他只是些微的多数，我觉得正当性还是不足啊。所以美国今天在拉丁美洲虽然看到滕森在秘鲁看到这个在这个他Espriella 他在这个哥伦比亚赢了选举，但是川普到底在那边有多受欢迎？而且你如果今天去比较，委内瑞拉之前的那个地震死了人好几千人哦，跟这个比起来，我们不知道后面还会有多少人啦。大事件真相，掌握政局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前立委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一轮好，各位朋友好。以及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声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现在汉光演习在今年扩大到了10天9夜。好，那在今天是 Day 7， 也就是第7天。那我们看到台湾打造无人机的地狱景象来抗中，说月产10万架只是第一关。那纽时接了我们真正的弱点。好，这是纽时发文它的发文的标题叫做台湾的无人机地狱景象能抵御中国入侵吗？好，那当然受到了乌克兰战场胜利的启发台湾也在打造大规模无人机、无人攻击艇编队，要来恫吓未来可能发生的解放军犯台。那这项战术被美军指挥官称为是地狱景象，以无人机定位攻击逼近台湾的解放军部队。好，但一轮看到之后就想说当然我们希望用无人机用不对称作战来抗敌，但问题是对岸的无人机它的量产可是更大我们有想过要怎么抵御吗？看似还是没有办法。好，那我们也看到相关的陆媒也有做相关的报道，说台湾的无人机作战攻击土堆那当然有一些说这个好像就冲那么一小段当然飞文正好像跟苍蝇一样觉得被骗了，就说是这是汉光演戏说你至少弄个真的来吧。所以从对岸的角度就看来好像觉得我们在无人机上面非常小儿科啦，因跨博好，那当然看到了我们总统赖清德，好，那当然他的第一天就是所谓的万军计划。那他到了衡山指挥所，那也有相关的配装，那他是穿着防弹衣，那也看到了国防部长顾立雄是穿着白衬衫，那有人觉得这个好像是军心涣散了，那当然有人的这个穿着上面做比较刻意的解释。那汉光演习也确实在这一次常常看到有一些邋遢出包的情况，包含有逃生门掉在路上，还有8寸的榴弹也是掉满地，以及 F-16爆胎冲出了跑道吃土。那有这个网友做梗图说，汉光演习不求最好，只求最闹。好，那当然这是比较揶揄性的啦，但是对于演习视同作战，我们还是要严谨的来进行看待。那台海的危机到底会不会出现呢？其实现在大家已经感觉有一点敏感了，甚至外媒还说这个共军如果攻台，首波会锁定的是新竹空军基地。好，10天9夜的汉光演习，美国的商业内幕10日引述了法籍驻台研究员布兰丁说，台湾换上2005战机就是驻守在新竹基地，距离中国大陆只有约144公里。好，我记得以前小时候老师说过，全台湾离对岸最近的就是新竹这边好，一旦全面爆发了战争，将是解放军最早锁定、摧毁或瘫痪台湾军事基地之一，甚至可能在第一波飞弹攻击之后的24小时之内就会丧失了作战能力。好，那当然现在大家说台海会不会真的是被预言中了呢？因为大家记得这一位吗？叫做盲眼龙婆，虽然他已经过世了，
但是大家最近又在讨论到他的一个预言热潮，因为支持者说他预言了今年5大事项已经有2大项印证了，就是全球灾害增加以及人工智慧快速的发展。那剩下的3个预言当中，最受关注的就是第3次世界大战。网络流传的版本说，2026年可能会爆发一个全球性的冲突。部分解读进一步将中国跟台湾，还有美国跟俄罗斯等情境纳入当中。那很多网络上当然有一些穿凿附会啦。那当然，因为现在的局势确实比较敏感大家又把这个预言拿出来看。好，那我们对应的就是中国大陆他们确实在军力发展是急起直追也非常快速，包含他们歼36第5架的原型机成都试飞研发提速1年半，那造出5机，那现在外媒相当的看好，这是从2024年12月底首架原型机公开首飞来算起，到现在他们算一算，竟然还不到19个月，成飞就已经接连放出了5架。不同状态的原型机，说这节奏之快令外界侧目。那美国的军事专家，是军事观察，有很多的西方防务媒体先后也发文，做出了相当悲观的预判。他们认为中国的第6代战机项目进度是大幅领先。2030年服役恐怕已经挡不住了。那当然对美国来说是很悲观啦，因为他们现在连6代机好像看起来都有一点卡卡的。那目前在这个台湾内部虽然这个台海的氛围、第一岛链氛围看起来有一些变化但是我们的政府还在做认知作战嘛？因为我们看到自由他就引述了我们的国安的方面的人士说中国正在北戴河暑修会议，就据掌握这次的正式议题聚焦在对美跟对台的2大轴线那对台锁定的4大面向，包含反对以武谋独，还有强化对台的实质治理，以及打击台独，甚至说2026年台湾9合1选举视为中国对台工作关键的成败，还下令务必要给予在台爱国力量最大的支持。那民进党当然很多人就出来讨论说台湾爱国力量是爱中华民国。那也有像是放言就说沈伯洋还回应说，做自己就好，专心市政，养成查证就不容易被带偏。那到底是不是有这件事情？那下令介选呢？陆委会急忙的跳出来说相关单位高度的防范也希望民众警惕中共的操弄但我有看到有一些专家说通常没有到这个北戴河的这个会议所以这个名词不知道从哪来的那说这个北戴河是一个区域那这不管，我们问专家会更清楚。那我们还是看到一开始的汉光演习第7天对于无人机的部分那大家都很关注，但是对岸知道我们其实对于这个无人机还是生产不足根本没有实质的。我们先问邱毅委员怎么看？最早是美国太平洋司令部的司令帕帕罗提到了说，如果解放军要攻台，台湾应该要在台湾海峡创造一个地狱的景象来对付解放军。那什么是地狱的景象呢？好，那现在就提出来说，要建立要用无人机跟无人艇，也就无人载具来制造地狱景象。可是真的这么容易吗？刚才一轮也说了，大陆无人机的发展全世界第一，不管军用商用都一样。那要对付台湾的无人机攻势，无人机创造的地狱景象，解放军至少3个方法第一个，源头打击他在你还没有攻势之前，他就已经透过了北斗卫星，他就已经掌握了你的无人机基地，把你摧毁了这个叫源头打击第二个叫电子压制他用电子压制让你无人机成为了眼盲的飞机，你眼盲的无人机你就没有攻击的能力吧。第3个，它分层次，远中近，分层次建立所谓的防御网，它都可以拦截你所以在无人机的优劣势，其实两岸之间的差距非常的大，也非常的明显。我建议国安部门要来请教一下一轮一轮就会告诉你，
无人机全世界最强的就是中国大陆，是，所以你怎么用无人机创造地狱景象？好，第二个要谈到所谓的解放军攻台，第一波会锁定哪里？他说锁定新竹空军基地，这个倒是有深入研究的必要。为什么？第一个，距离最近嘛。刚才一轮也提到啦，他的老师告诉他，台湾两岸距离最近的地方就是新竹啊。对，因为我新竹人呐，而且我在郝柏村做院长的时期，也曾经去那边处理过近海专案啊，在进驻蓝寮啊，因为近嘛，所以有很多大陆走私的农产品就是从大陆从这个平潭啊，那么进到了新竹的蓝寮渔港嘛，所以这个距离近是第一个因素嘛。第二个，新竹空军基地，我是以前服役是空军的财务官，我常常到了新竹基地，那个是幻象2000的基地，也是北台湾最重要的空军的主力的基地。所以如果说今天解放军要攻台，第一波锁定新竹的基地，这个就是我刚才讲的源头打击嘛。他锁定新竹的空军基地的话，就会瘫痪你北台湾的防空力量啊。这也就是赖清德最怕的斩首行动，可能接着就要发生了。所以新竹基地会不会成为解放军首波锁定攻击的基地？那这个当然是值得深入探讨的。是，不过有个很无聊的，大陆每年有北戴河会议，但是北戴河会议出了一个北戴河密令，而且这个北戴河密令还说介入台湾年底的县市长选举，而且还是由自由时报跟三立掌握了北戴河密令，你觉得可能性吗？是，你觉得除非啦，三立跟自由时报真的有派人卧底渗透到大陆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北戴河密令我从来也没听过有北戴河密令。好的，邱毅委员，谢谢。好，我们接下来问永明教授。我们现在从国际到国内在讨论就是未来的两岸的情势变化，尤其是可能的军事冲突，因为正在做汉光演习嘛。可是事实上你看到，我觉得一个资讯跟认知的落差在国际上，美国也好，欧洲也好，澳洲也好，日本也好，其实他看到了真实的两岸军事这种落差，甚至中美在这个区域的落差跟变化。那因此你看到6代机啊，或者是说战斧飞弹鹰击20等等之类，那他们比较关注的就是中国大陆接下来会用什么方式来去打台湾。但我们台湾这边相对的，你看在一般的媒体，尤其是政府的报道当中，却没有这样子的比较。你要发展，比如说买 F-16，买刺针飞弹，或者是火山这个布雷车，还有呢，你现在看到，比如说潜舰、国造潜舰、无人机，当你一项一项这样子来报道的时候，你有没有在告诉我们，你可能面对的对象，解放军他们在这个领域的发展跟他们的这个作为，可能对台采取的作为，那你才能够真的有效去把钱花在刀口上，用在强化你的防卫啊。但通通都没有，然后自己本身不断的还出问题。我们自认为台积电是世界 No.1， 所以我们也许自己认为说，我们做无人机也可以成为世界 No.1。我觉得真的是有一点这种所谓的这个鸵鸟钻的洞里面，在自我想象。那西方现在很关注的就是大陆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处理台湾问题。那我们台湾这边，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因为弹性疲乏，大家无感，大概只有在我们的节目有讨论到部分，然后要不然呢，或者是也许我们的这个政府高官认为这个不需要报道，会影响到他们的认知作战，会影响到他们的选票，会影响到
他们要投入哪个产业，用特别预算能够上下其手。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举例而言，现在西方都在谈，大陆可能对台湾采取攻击、轰炸、斩首以及封锁。现在各位知道吗？连封锁都有4种不同的模式出来，这不是我讲的，这是7月25号的《纽约时报》，这是日本的防卫厅的防卫白皮书，这是上个礼拜美国外交事务杂志最新一个文章报道，把它加起来，他们说有4种。第一个是军事封锁，第二个是海上隔离，用海警，第3个呢是台中高雄的能源围困，第4个最新的版本8月4号外交杂志的报道叫做火力封锁，也就是说他根本不用船，不用海警，不用军舰，他就把几个港口外围就不断的在做演习，甚至做一些轰炸，所有的货物都停掉。这种火力封锁，各位这一些有没有在我们看到我们要买军购，还是说我们在做军事演习当中，你在媒体或者是政府告诉你我们面对的是什么样的挑战，那这个钱花的对不对，有没有效，通通都没有，只是不断的告诉你，你不可以去帮大陆讲话哦，你不可以讲生词话哦，否则你就是亲中，否则你就是舔共。这种所谓的认知作战我觉得够了，不要再骗台湾人。对，而且最常讲说，不能挡哦，挡了你就是中共同路人哦。好，郑生教授怎么看？我觉得这要挡不和不挡那你今天的汉光演习，你要给大家老百姓有一些信心嘛，而不是一直在出错我觉得今天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就是大家觉得说台湾的老百姓好像对我们国家这个信心不足，但是呢又看到你的这个演习又不认真，然后又出现这么多的问题，那怎么来的信心呢？那可能他就觉得，因为老百姓也不关心这个，所以他们也没有那么认真所以到底是什么先开始的，我不知道。但是我觉得说，今天民进党如果要认为说中共要介入台湾选举，然后让民进党下台，对不起，我的认知是民进党是中共最好的朋友就是因为有民进党的台独思想、台独的这个作为，中共才会觉得说，北京才会觉得说，如果要对台湾用武，美国那边大概也比较能够说得过去，就是说，你看他是要走一个连美国希望维持现状都不要的一个合理的借口。合理的借口。如果国民党还很麻烦，要打还觉得说，好像这个党又有一点不是完全要走台独的路线。虽然有人说国民党是独台不管怎么样，就是你国民党你要帮他，好像感觉上还会觉得说他可能未来会执政，可是万一执政的时候，那好像两岸又中共要用武，对台用武，好像又下不了手。所以他们，我的认知是，他们当然希望民进党上来，就是让民进党越出犯错越多，他们对台用武的机会越大。那民进党当然也希望中共是一直在那边威胁他们，这样他们可以搞抗中保台的游戏。所以这是一种这个 symbiotic 一个共生的一个概念。就是虽然他是你的敌人，可是因为有敌人的存在，才合理化我的存在我觉得这个是现在双方大概是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民进党才会一直在国内一直做一些抗中保台或者是认知作战。好，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讨论。